我们4个人的名字就是武侠：文俊、文涛、文嘛、徐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肖战，完全巧合。金庸小说很多地方很难拍，要很细节。徐克的武侠呀，是速度中的浪漫，是导演的一种功力。不是草原骑马跑就浪漫，你必须要具体的细节。浪漫是击中一个人内心的一瞬间，只要能打动我的，我都觉得是一份浪漫。这个小说流行到现在为止，很多读者一定在里面找到他自己。金庸做到了这一点，一个蔚然大观的感觉啊。很多观众心目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郭靖，所以我怎么去诠释这个郭靖，对于我来说是最难的地方。演员有一个好处，把别人的人生在自己身上过了一遍。我一直想象的自己就是郭靖，在演完之后，感觉我更加的沉稳。很多人问什么叫侠，金庸说如剑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侠。每次我们讲到侠，我们的定义都有变。有时候我觉得可以在武侠世界里面找到一种很有力量的归属感。侠之大姐不是退出江湖，而是要担当历史也不能阻挡。一个人呢，等于面对千军万马，我们中国人特别迷醉的那种英雄气概。我觉得一夫当关吧，一夫当关，对，万夫莫开，真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俊老师好。这个能够去做这个人物的话，还真的不容易。这是1983年出的，你这一本书主要都是聊射雕跟神雕。我是有一箱都是谈金庸武侠小说的书。太好了，那今天得把它都聊出来。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好多年没见了。对对对，郭靖的困难是因为他的生活范围这么复杂。这个是金庸小说里面的特点。呢套戲。我们今天4个人的名字就是武侠：文俊、文涛、文嘛、徐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肖战，文武双全啊，对不对？完全巧合。我觉得你长得模样都巧合，就注定你要拍武侠。那这个颧骨啊，包括眼睛，它这个是不是有种英雄感？徐大侠嘛，徐大侠。报，有人被拿你求见。有几个东西我很好奇，为什么1957年金庸才开始写武侠小说呢？原来在上海的时候啊，他其实有武侠小说啊，什么叫平江不笑生啊？原来读者无论是考文学的，还有知识分子的，街头的，其实武侠小说是很大众的，算是一个娱乐性的东西吧。武侠小说都是在那个没有太多网络啊什么看 OK， 没有别的娱乐的时候，那些成年人图娱乐，就是文字上得到这一种娱乐快感。没写的时候，他自己就很喜欢这些嘛。因为他是当编剧出身，可是问题在这里啊，我们都写剧本的啊，哪里敢写这么复杂的故事啊？而且他这种复杂呢，不是预先设计的。他写第1篇的时候，肯定也没有想到全貌吧？肯定是这样的。第一部是比较简单的，《书剑恩仇录》就比较简单了。到第2部是《碧血剑》，第3部就到射雕。射雕是真的是完全掌握写小说的技巧。金庸的这种连载小说的创作过程啊，很符合那个中国传统的这个艺术生成论。说西方的这个艺术是结构的，中国就像丝绸啊，像春蚕吐丝一样，从一个丝越变越复杂，越来越复杂。你看他连载就是这样的，他一开始未必想得很清楚，从一个人开始，一个串这个，这个串这个，到最后串出那么大一个江湖。金庸小说啊不好拍，第一个太长，第2人物太多，第3这个感情太丰富，也不知道讲哪一段好，跌宕得很厉害。然后一讲的每个人说，哎，我喜欢那段，我喜欢那段。只有一个《射雕英雄传》，大家很集中着王戎跟郭靖。一个蔚然大观的感觉啊，这个历史画卷成了。我们当时在内地，只有2件事。
第一次听到邓丽君，和第一次看到武侠小说，高中的时候，那个到我手里的那个《射雕英雄传》呢，书角都翻烂了。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新的，完全另一种文化的，哇，没见过。到后来看见那个电视剧，我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当时迷的呀。我怎么认识金庸啊？是有人想拍《雪山飞狐》，然后就我跟金庸先生就两个就见面，哇，我就不知道讲什么好，我就想说，这个小说怎么拍了？可是没有一部金庸小说好拍的，是吗？我真是外行，我还以为金庸小说导演都感兴趣呢，情节曲折。那是电视剧，电影是没法电影改编的，因为它的篇幅太长了。肖战，你看了这个《射雕英雄传》啊，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个部分？肯定是中原的那一部分，大家都每个人物都很鲜活，江南七怪，然后他们的经历，郭靖的一个成长，从一个莽撞的少年，然后如何成为一个大侠的这个过程，对于那些招式啊、九阴真经啊，特别的好奇，特别的有发散力跟想象力。你跟这个郭靖之间需要找的距离是怎么找的？需要找的距离就是去理解他坚守的那些东西对他的意义吧。第一次见导演见完我就说我有点瘦，然后我开始健身，然后把自己的体重增加了一些。然后他现在是穿外套，刚才在化妆间穿着里边这个，我就看哇，这2膀子肌肉，就是让这个人可能更加的厚重一点吧。这可能是做了一个皮囊上面的一个改变。你当时为什么看中他？我觉得国靖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他是个大哥哥啊，国靖是个大哥哥，做哥哥的都是很帮新人啊，帮一些同行啊、伙伴啊等等，所以我感觉这个有哥哥的感觉啊，但不一定是大哥啊，哥哥跟大哥是两个哥哥，他们就有点这种剑侠风流的这么一种气质了。就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身上有很多道德束缚的人。因为他太循规蹈矩了，他简直是传统的那一套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但是他这样的人，人生又开出了这样的这种激情，他是怎么样最后选择了为国为民，在种种矛盾当中？金庸老师已经在小说里面替我们伏了一些原因，就是他们宋朝的子民。我觉得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影响到很多人。国靖从小到大去体验他为什么最后要保护，因为也就是他爸爸保护他妈妈跟他离开了中原回来，所以他这个深刻印象是他爸爸是这样来承传了他们母子的。他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力量的话，他一定觉得他要跟他爸爸差不多一样，去有需要的时候他保家卫国。他保家卫国是具体的，可是呢，我觉得就一定会做一些相似的东西。武侠好像是我们那一代特别着迷，有些人说武侠在当代年轻人当中是不是有点过时？你看在里面它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跟社会关系，然后以及你在里面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你要学会如何在里面去生存，要学会如何在里面跟他们打交道，就像我们的职场跟学校一样。你像郭靖身上具有的那种忠诚感，还有责任感。所以我是觉得，反而武侠在当下这个变化很快、发展很快的社会里面，反而是要回归到武侠的这个精神里面。说武侠过时这个东西，在我那个年代也出现了，因为是70年代啊，70年代就过时了。因为说粤语片呢就没有张彻之前就已经说过时了，在张彻之后也过时了，这不行了这样子，那就拍武侠。我喜欢电影里面的一些人物，去让观众可以认可，而且无论喜剧也好感人的一些戏也好，在那个世界里面过一个90分钟、120分钟出来，应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观众看戏啊，都是去想了解自己。我这么喜欢看这种题材吗？我这么喜欢这种好笑的东西吗？我还是这么喜欢让我这么浪漫吗？其实你看完之后觉得哦，其实我可以很浪漫的，我也可以很幽默的啊，我也可以是很有生命力的。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就是给予人一种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常常说，哎，现在电影怎么样？我说其实如果你都能够给这种东西的话，观众还是可以进戏院，还不一定是同一个方式来看，可是他依然会去接受或者去吸收分享你给他的那种感受跟一种视野的角度。他在拍完《刀》1996年左右，一直到《七剑》中间有10年，他都没拍武侠。其实是从拍那个《七剑》，我感觉到啊，在那个之前的徐克武侠呀，会让我感觉更加凌虚而行，就是更轻。但是从《七剑》我开始，我觉得出现重量感，这些人的马蹄子、铠甲。我觉得我们的中国人的电影文化市场，每个潮流动作的设计都有不同的，它是根据观众对这个东西的需要，跟他看到这个东西想找到一个替换的东西，每个人心理上都有一个潜意识的这种要求。所谓潮流吧，一个潮流，一个潮流，一个潮流。其实这个潮流有2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以前如果我们看这个《火烧红莲寺》，一伸手就那个动画就在做，他们觉得这个好好看，因为这是在屏幕上第一次看到跟演员有关的特效，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很有真实感啊。可是到一个程度之后，他已经习惯了，而且他看得多了之后，他觉得这个需要更真实的东西。你也是与时而变的，与时而变，而且自己也在变，因为看得多了，自己还来这一套，换一下吧，超越自己。其实金庸小说永远拿这本小说怎么拍啊？这个怎么理解？这个九阴真经什么回事啊？对，九阴真经啊，蛤蟆功啊，降龙18掌，说故事，你这故事怎么说？所以导演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你如何把这个降龙18掌啊，这是个什么武功，他在电影里怎么呈现呢？第一个是你知道他这个动作来干嘛的，是吧？因为我们常常说周伯通这个左右互搏，这到底打对方哪里啊？对呀，怎么互搏？对啊，所以我们要找出原来这个亢龙有悔，或者是这个见龙在田、飞龙在天，虽然都是来自《易经》嘛，对。可是我觉得金庸当时拿这个东西，除了他本身他有一个意识里面之外，他有一个威力，这个威力是代表了这一招打出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就等于我们平时看打拳这个脚力样子，这个摔跤啊什么的，终于一些看不到的招式来了。你闪不及，就一拳就打到你的要害上。降龙18掌就要找出18招，完全是能够把一个武林高手打下来。所以每一招都有它的轨迹，每一招都有它的原理。所以也就是说，在2个人高手过招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出这招是什么？也只有对方问。你这是什么招式？要问一问，这是什么招？九阴真经呢？九阴真经其实一开始筹备，我说九阴真经我们看得出来吗？我到底一个人练了九阴真经，我们看得出来吗？这怎么看呢？怎么样看出来呢？而且怎么显示他会九阴真经？九阴真经它是个力量，内力。内力。所以为什么有九阴白骨掌？对，是因为他把这个内力练成那个出来了。我们也讨论过很多这个查先生设计的武功里面到底怎么样来呈现出来，又不能够太复杂，又不能够
太简单。他弟弟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这个设计视觉效果也好，在戏剧上来好，这个剧情有它的影响力才可以。郭靖是个懂感情的人吗？我觉得他是懂的，他的感情世界观他是非常忠诚。我跟郭靖很相似的一个点，可能就是很认真，做事儿认真。对，郭靖他对待事物、对待他周围的人，他都是很认真，然后以及他很善良。那我觉得跟郭靖可能最大的不一样是成长环境不一样，他是在草原、在塞外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身上有那种生命力。过去传统上认为郭靖是个笨小孩嘛，感觉学个武功半天都领悟不到那样的，特别质朴，特别至诚。但是似乎呢，黄蓉都嫌他不解风情，不懂感情。但是呢，肖战给人感觉像个清秀潇洒，甚至是有点文气。比起以前的角色的难度在哪里？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知道他的人太多了，了解他的人太多了。可能很多观众心目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郭靖，所以我怎么去诠释这个郭靖，让大家可以认同他、喜欢他？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来说是最难的地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最开始先在北京拍了1个多月，然后去到了内蒙。当我踏上草原的时候，然后拍第1场戏的时候，我突然感觉那个就像一扇门一样被打开了。当你站在那个草地上，然后一望无际的草原，我当下一下就明白了郭靖他的成长环境，以及他为什么会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好像一切都有迹可循，很奇妙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学人和电影影视人创造的这个世界，它是个很有意思的第二世界。它这个世界，这些人呢，好像也不用操心生计问题，也不知道在哪换衣服，但是每天就在这么一个绝美的风景或者绝险之地，展开他们的这种故事。你说它跟社会没有关系吧？可是它又经常讲的是这种江湖上的人情世故。我觉得是大家内心里面一个理想世界，一个理想国度的感觉。就像是成年人自己内心幻化的一个美妙的乌托邦。因为很多东西在现实世界里面它没有办法实现，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你也有吗？就现实生活里你会觉得有很多无力感？会，反正我会在我的生活跟工作里面有时候会迷茫，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武侠里面，你看像郭靖那样非常坚定，他有一种正义感、责任感、忠诚感。有时候我觉得可以在武侠世界里面找到一种很有力量的归属感，对于我自己来说。但是你会不会有一种想跑到一个桃花源，或者暂时离开这个现实世界的一切的那种？所以我认为拍戏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偏长，算是我的一种抽离感。就暂时离开了你那边生活中的很多绳索。对。反而拍戏的时候，你觉得有种身心的解放感，就像是我的江湖世界吧。你理解郭靖对这2个女孩子的感情是怎么理解的？我理解的对华筝更多的情感是兄妹吧，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那种像兄妹之间的羁绊。那对于黄蓉，我觉得是她从草原去了中原以后，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新的认知，以及黄蓉的出现是她从小到大都没有看到过的，然后也没有去认识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存在。她如何化解危机，她的那些风趣幽默，都是在大漠上没有见到过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华筝代表了他整个家族。郭靖一个汉人，怎么样跟这个家族相处，往后能回中原吗？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如果他进入这个家族之后，他永远就在这个家族的发展轨迹去做。可是另一边黄蓉是无拘无束的，他去闯荡江湖，空间很大而且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郭靖实际上是一个身上有传统道德负担的人，比如说做人要重信、重承诺，说话要算数，然后要忠孝。但是呢，
实际他碰见黄蓉对他来说是一种自由，对，黄蓉就可以游规离于则以外的一个存在。所以他会爱上她。我觉得黄蓉特别复杂的一个人，国境比较单纯一点。他从一个很接近大自然的状态里面，基本上他从草原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对生命、对自己怎么活下去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反而我觉得在我们的复杂的中原世界里面，从小到大都很多规矩啊，对，很多人情世故，对啊，等于国境是一张白纸，来到中原，回到他的原来的家乡的，对他刘家村，对刘家村，他要学习，因为妈妈跟他就和永远的住在这里了，所以他要了解他将来的生活是长什么样的，所以他在这个状态里面，他要靠他的本事，如果他没本事的话，也很难活下去。所以他讲了2段话，要去想想才理解这个事情。第一个是他在草原回到中原才看到这个可能性，原来你还有这么大一个空间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说，你永远不能够生活在一个被人保护的情况之下，安全区。被人保护，也就是说，大汗一旦不在，你就又进入一个很复杂的关系。这次我听好多人讲啊，这个华筝挺亮眼的，因为我也是前2天看了，就是我们拍的这个片子版本，然后我觉得华筝导演可能做了一些调整，让它更像现代女孩子对于爱情观跟情感的处理方式。怎么讲？敢爱敢恨。哦，把华筝处理的比较果断。其实金庸小说里面的人物都，如果你真的要拍他出他心理状态的话，其实很好拍，因为都很矛盾。又变成很好拍了，哪里很好？人物而已啊，不是故事啊。内容很难选，内容太长了啊，太多人了。可是拍人物很好拍，很好拍，因为什么？他的很复杂的，他的面对的东西心理上很矛盾，常常会选择在自己愿不愿意，或者必须要放弃很多。可是金庸就偏偏说，哎，就这个人物就不放弃，这不放弃也无可奈何，再做不了什么事情。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人物要拍他们感情戏是好拍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环节是黄蓉、华筝、国靖，哪怕是这个周伯通，像是洪七公这种人物啊，从现在我们看这几个人物，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不然的话，就不用拍了吧，就看以前的电影就可以了。当时我记得他们拍摄《射雕英雄传》的时候访问过我，问你觉得黄蓉是什么人嘛？他可以是这个大大小小都完全控制得很好，而且他有计划啊，他是有谋略的一个人。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想象，现在是一个小女孩，她怎么会变换身份、变换自己的造型，最后去认识这个世界。哦，在你脑子里想到的是现代男女的爱情故事啊？对，是吧？这个小说如果流行到现在为止，很多读者一定在里面找到他自己。你讲的特别有意思，他至少有一个了不起。你要说在文学史上啊，到最后能够进入我们日常人讲话的语言，这个是不得了的。你比如说《水浒传》，或者说《三国演义》啊，我们可以说你们公司有个诸葛亮啊，我们说谁谁谁像李逵啊。你看，我们能拿这个人物作为我们的语言。你看，在现代作家当中，金庸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都说身边一个人像郭靖、像黄蓉啊。其实我觉得金庸写这些人物，也在他的周围环境里面找到这个原型。我觉得选角很难选啊，有时候写了剧本的不能拍，因为找不到适合的人去拍，就是演这个戏。黄蓉这个，他一定跟东邪很像，虽然他对他爸爸有一种很强硬的叛逆感。这个丐帮很多人啊，但他怎么领导这些人呢？靠什么呢？他一定有本事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要找一个完全不能够只靠可爱，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方法活过去他的这个江湖才行。所以我觉得要找一个人家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他会很多你不太想得到的东西啊。
如果这样的话，了解之后我就OK， 就可以在他的人物身上放很多可能性，又荒唐又荒谬又好玩，但是又认真，平时又挺可怜，可是又难搞。对这个试下吧。其实华筝文心他私底下，我觉得他跟华筝其实还不太像。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看到文心他在画面里面呈现出来的那个华筝的那个感觉，让我也觉得很惊喜。对，因为跟他本人私底下其实反差还挺大的。你演的时候看到他的脸，你就完全忘了生活当中他那个人吗？对，完全忘了。对，那蓉儿呢？蓉儿就是跟庄庄很像了。对，庄庄就是古灵精怪，点子很多。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他也是，他学东西学得非常快，就像黄蓉一样，很聪明。选演员要考虑演员本身生活里的性格和角色是不是吻合吗？就是直觉。咱们两个眼睛眼对眼，就眼睛一看，不一定要眼对眼啊，眼对眼可能有压力啊。这在了解过程里面谈一些其实很生活里面的东西，在工业里面的经验啊，拍过什么戏啊等等，里面我们就找到一些好像这个有方法可以做到这个人物出来这样子。我们常常拍戏去找方法去拍出一个效果的话，是生理的状态多过于心理的状态。导演确实是很会做类比，我觉得导演是那种通过举例子，然后让你去找到一些演戏的感觉。我的大脑是一个资料库，我没有感受过的，我没有见过的，甚至是我都无法想象的，可能很难通过我的这个外表跟皮囊去把它呈现出来。徐克导演他在现场他是属于那种对演员说的比较多的，还是说的比较少的？我认为是说的比较多，就会跟你讲很多。对，而且导演喜欢讲故事，他会跟我们分享他之前拍摄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他的所见所闻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印象里面，听闻导演是一个很严厉，然后以及有一点凶的这样的一个导演，但是其实反而合作了之后，我认为导演是一个很保护演员的这样的一个导演，他会严格要求现场给演员构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安全房，让你相信你此刻在的这个情景是真实的。然后以及我们在讨论，比如说接下来要拍的这场戏的时候，导演会让我们先去他的帐篷里面，我们先过一遍，然后每个演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而且我们拍有些每场戏都很紧张，比如说太阳下山了，立刻上山坡跑，对面就是千军万马，你们就跑上去看下去，讲对白。太逗！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跟黄蓉奔向那个山头，奔完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草原大本营。我刚刚坐车下来，然后导演就说：“快上马骑！”我说：“往哪儿骑啊？”导演就往太阳那个方向骑。然后我就带着一匹马队，然后往那个太阳方向奔。我整个人都是懵的，骑完又骑回来，又骑回又骑完。然后太阳下山说，导演说好收工。我想导演，我刚拍了啥呀？因为我拍了啥？因为要抢天光，就是太阳要落山了。我记得那个镜头，就冲着太阳对飞驰而去。因为有时候啊，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在拍戏，满天都是鸟，拿机器就拍了，没有法子料到它会出现的。那天是刚刚我们拍完这个上山坡，也就是戏里面最后一个镜头吧。对，下山之后，立刻准备好，把所有的马师穿了衣服上马，打旗冲下太阳冲过去。这个真的是要应变一下。我们常常很多时候能够拍得比较应变的快的话，我们就拍出很多东西来。可是如果你每个东西都有做的很多过程啊，很多程序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效果。拍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感觉跟以往的剧组合作，对你来说体验有什么不同？很大的不同。我觉得首先，
导演会把控每一个细节。我经常，比如说在等戏的时候，我会搬个小板凳坐在导演后面，然后导演就在前面画分镜也好，所有的细节，包括道具，导演他都需要去把控。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很有安全感，管到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重要的环节是，其实做电影的人基本上什么都要学一点。摄影学一点，灯光学一点啊，哪怕是演戏也学一点。所以肖战在这个剧组里待着，真是觉得长了不少功力哈。演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好像把别人的人生在自己身上，就过了一遍。我记得我在演完之后，然后去再见到之前认识我的一些人的时候，就会说，感觉我更加的沉稳了，这个人。哎，真有点郭靖的这个内力了哈。觉得这个沉稳了，这个人的气质跟之前好像更加的扎实，更加的沉稳。但是实际上呢，也许你需要领会了他那个真实的那个。其实这跟我们创作也有直接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写书法，写了就很不规矩了，开始变成写到跟画画一样，开始写实啊什么大都半天，然后写了就开始。我觉得这个好看一点，它就不像是这个写实的东西。我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创作也有这种情况啊，这个应该是不是这样子，变成这样的好不好？有没有可能性？变通。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开始拍没多久，然后导演老师让我去他的那个大本营，就是现场的一个帐篷里面，让我去看一些回放，就说让我去找拳击手的眼神。他说你打过拳吗？我说我以前拍戏的时候有小练一下。他说你就去找拳击手，在对战的时候，他们看对方的那个眼神，让我去学习。哎，你这个招啊挺有意思。这个一方面嘛，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状态，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怎么建立？没有建立，你去感受这个心理状态，因为你说啊，你要演一个对某个人有感情，或是你去演一个有情绪悲情也好，或者是觉得很开心也好，你必须要找到这个心理状态。找到心理状态之后，你就自然就有了。因为很多他生活经验里面的，也许有些东西经验是没有的，可是他某种感受他是有的。哎，那你在整个拍摄期间，你是不是会想象着我就是郭靖，然后想象着我是什么人？我一直想象的自己就是郭靖，我觉得我就是郭靖，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郭靖是什么样的内在的感觉？我是觉得，比如说拍某一场戏的时候，我就记住我一个动机跟一个目的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郭靖处理人事的他的一个方法，一根筋，而且他没有那么多杂念。比如说这场戏，我的目的就是要救哲别跟安达，那我就去做就好了，我不要去管其他的。我在救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要去抵御敌人，然后我要去防守还是进攻也好，但是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救哲别跟安达。给一根筋的人呐，小说和情节啊，给了他最大的这个命运的难题。创作上呢，你必须要不断的在运动、思考，你不能停。为什么选蔡少芬呢？我看过他演过女侠，郭靖的妈妈一个有侠气才行。你就是武侠浪漫化，我们叫起范儿特别快，歘一下浪漫就出来了，这是你的一种独门绝招吗？这是一个电影本身创作的必然的基本功。电影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给大家造梦，让你回到你最想要回过去的那一个瞬间。在影视创作上，都是以老顽童的心态去发掘新的，去尝试新的。就我觉得，就是我们创作里面最有趣的地方。